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2026年5月28日，国际产业合作大会再次在新加坡举行，而且这已经是这项大会连续4年在新加坡举办。如果只是看新闻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不过又是一场国际论坛而已。但如果把它放在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来看，你会发现这条新闻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。过去几年，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一场深刻重组，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布局，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开始把目光投向东南亚，而在东南亚众多国家之中，新加坡正在成为最特殊的那个存在，因为新加坡争夺的已经不只是投资项目，而是未来全球竞争最重要的4样东西：总部、资金、技术和人才。根据公开数据，目前已经有超过4200家跨国企业把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，超过7000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开展业务。从 Google、Microsoft 到 TikTok、阿里巴巴，从 FedEx 到 Rolls-Royce， 越来越多国际企业都把新加坡作为管理亚洲业务的重要基地。问题来了，新加坡人口不到600万，没有矿产资源，没有庞大的国内市场，国土面积甚至不到许多大城市的1/10。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企业愿意把总部放在这里？这些企业到底看中了什么？而这场连续4年落地新加坡的国际产业合作大会，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很多人以为企业选择一个国家，是因为那里市场够大，但现实恰恰相反。对于总部来说，市场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一家跨国企业的总部更像是一个大脑，它负责决策、资金管理、战略规划、人才管理和区域协调，而真正的生产基地、物流中心和销售网络往往分布在不同国家。举个例子，一家企业的工厂可能在越南，供应链中心可能在马来西亚，客服团队可能在菲律宾，研发部门可能在印度，但负责统筹整个亚洲业务的管理层却在新加坡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加坡提供了其他地方很难同时具备的条件。从地理位置来看，新加坡位于亚洲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，向北连接中国、日本和韩国，向西连接印度和中东，向南连接澳大利亚，向东连接整个东盟市场。对于一家管理亚洲业务的企业来说，新加坡几乎处于最佳位置。更重要的是效率。樟宜机场长期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之一，新加坡港口则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。很多企业高管今天早上还在新加坡开会，下午已经飞抵雅加达、吉隆坡或者曼谷。这种连接能力是总部最需要的资源之一，所以很多企业最终发现，把工厂放在哪里并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把大脑放在哪里。而新加坡卖的从来不是土地，新加坡卖的是管理整个亚洲的能力。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产业合作大会连续4年在新加坡举办。因为当全球企业讨论未来产业合作时，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协调平台之一。如果说地理位置解释了企业为什么来到新加坡，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确定性。企业最害怕什么？不是竞争，而是不确定。对于一家跨国企业来说，投资往往以10年甚至20年计算。如果今天政策改变，明天税制调整，后天商业规则发生变化，再大的市场也可能变成风险。所以企业在选择总部时，最看重的往往不是成本最低，而是风险最低。而新加坡最大的优势之一，就是高度稳定和可预测。无论是法律制度、商业规则还是政策环境，新加坡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国际信誉。企业知道今天签下的合同，10年后依然受到法律保障。企业知道今天制定的发展计划不会因为突发变化而被迫推翻重来。这种信任感对跨国企业来说极其重要。事实上，很多总部迁移的案例背后，本质上都是企业在寻找更稳定、更可靠的运营环境。为什么 Google 选择新加坡？为什么 Microsoft 选择新加坡？为什么越来越多国际金融机构持续扩大在新加坡的布局？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能够长期规划未来的地方。企业不会把总部放在最便宜的地方，企业只会把总部放在最放心的地方。而新加坡恰恰成为了这种信任的代名词。
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愿意把区域管理层、资金中心和决策团队集中到这里，因为对于企业来说，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。如果说过去的新加坡主要吸引欧美企业，那么最近几年，一个新的趋势正在快速形成，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开始把新加坡作为全球化布局的重要据点。这个变化其实非常值得关注，因为它反映的不只是企业战略变化，更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。过去，中国企业主要关注国内市场，但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走向全球，他们需要进入东盟，需要进入欧洲，需要进入中东，需要获得国际资本，需要建立全球品牌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新加坡逐渐成为很多企业的首选。TikTok 把中药业务放在新加坡 ，Shine 把全球化运营的重要节点放在新加坡，阿里巴巴持续扩大在新加坡的布局，越来越多科技企业、生物科技企业和新能源企业也开始选择新加坡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对于一家准备出海的中国企业来说，新加坡拥有几个难以替代的优势。这里拥有国际化人才，这里拥有成熟金融体系，这里拥有国际法律环境，这里拥有连接全球市场的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新加坡既了解亚洲，也能够接轨国际市场。很多企业进入东盟市场时，第一站选择新加坡；很多企业接触国际投资机构时，也选择在新加坡建立据点。可以说，新加坡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连接世界的重要桥梁。而国际产业合作大会连续4年在新加坡举办，本质上也是因为越来越多企业把这里视为跨境合作的平台。企业来参加大会，不只是为了交流，更是为了寻找合作伙伴、资金、技术和市场。而新加坡恰好成为这些资源汇聚的中心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答案已经找到了。企业来新加坡是因为这里适合设总部，但事实上，如果你仔细观察新加坡近几年的发展战略，就会发现一件事：总部经济只是开始，真正的重点其实是未来产业。看看这次国际产业合作大会的讨论方向：人工智能、绿色经济、数字化转型、先进制造、产业链升级，这些几乎全部都是未来10年的关键领域。为什么新加坡如此重视这些产业？因为新加坡非常清楚，总部能够带来资金，资金能够吸引人才，人才能够创造技术，而技术才决定未来。如果未来10年 AI 成为新的生产力革命，那么新加坡希望成为亚洲 AI 生态的重要节点。如果全球半导体竞争持续升级，那么新加坡希望成为芯片产业链的重要一环。如果绿色经济成为全球趋势，那么新加坡希望成为亚洲绿色金融中心和碳交易中心。这才是新加坡真正的大布局。总部只是入口，人才才是核心，技术才是终极目标。很多国家都在争夺企业，但新加坡争夺的是企业背后的资源。因为当资金、人才和技术不断聚集时，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就会不断提升。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产业合作大会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因为它所讨论的不只是今天的商业合作，更是在讨论未来10年的产业格局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超过4200家跨国企业把总部设在新加坡？答案其实并不复杂，不是因为新加坡拥有最大的市场，也不是因为新加坡拥有最多资源，而是因为新加坡打造出了一套别人很难复制的生态系统。这里拥有稳定的制度，拥有开放的商业环境，拥有全球化的人才网络，拥有连接世界的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新加坡始终在提前布局未来。当很多地方还在争夺今天的机会时，新加坡已经开始准备下一个10年的竞争。所以，国际产业合作大会连续4年在新加坡举办，并不仅仅是一场会议地点的安排。它更像是全球企业用实际行动投下的一张信任票。这些企业把总部放在这里，不是在压住今天的新加坡，而是在压住未来的新加坡。对于普通新加坡人来说，这场变化带来的不仅是更多企业，更是更多高价值岗位、更多创新产业和更多国际机会。当然，机会变多，竞争也会更激烈。未来真正重要的
可能不再只是学历，而是持续学习能力、科技能力和国际化能力。因为当全球企业都在布局未来的时候，个人也必须思考自己的未来。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未来10年，你觉得新加坡最有机会成为亚洲领先者的产业是什么？是人工智能？是半导体？是绿色经济？还是生物科技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关于新加坡经济、产业趋势和国家发展的深度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分享这支视频，并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